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2011年，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河南前河村，一位男子带着妻子和孩子走下了车，恰巧有几位妇女正在村口闲聊，看到迎面走来的男子，个个被吓得面色苍白。其中一位妇女还大喊道：“老唐家的儿子回来了，这大白天见鬼了！”看到村民们个个神色慌张，一反常态，这名男子则一头雾水，不明所以的连连挠头。得到消息的村支书李明战迅速赶到了村口，看到男子后也错愕不已，但还是壮着胆子问道：“你是唐建敏吗？你不是在湖北被枪毙了吗？”听到此话，男子诧异地回答道：“什么湖北？什么枪毙？这些年我一直在北京啊。”男子的回答让村民们个个面面相觑。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9年前便被枪毙的唐建敏为何会离奇复活，死而复生的重刑犯？原来早在2002年，河南前河村的村委会便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北的信件，信件是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的，收信人正是唐建敏的父亲唐殿中。但唐殿中彼时恰巧出了远门，信件便由村支书李明战代收。李明战看到信件是法院寄来的，自觉内容也许非常重要，因担心耽误了唐殿中的事情，决定拆开信封看看里面的内容。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的内容让李明战惊掉了下巴。信中提到，唐建敏在湖北宜昌一带接连犯下多起抢劫案，并在犯案过程中持刀伤人，最终导致2名女性重伤，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案情严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请家属唐殿中到宜昌市为唐建敏料理后事。看到此处的李明战明白，当务之急先要确定信件内容的真假，于是他迅速召集了村委会全体成员。接到通知的村委会干部纷纷对消息的来源产生了质疑，原因皆是不相信唐建敏会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唐建敏虽然与父亲唐殿中关系冷淡，但是为人勤奋好学，踏实肯干，不像是那种会杀人放火的孩子。经过对信件的细致研究，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论是公章还是内容，都排除了造假的嫌疑，便纷纷扼腕叹息，并感慨于唐建敏的误入歧途。深知此事重大的李明战决定火速联络唐殿中，但一连几日都没有联系上。大家纷纷猜测唐殿中是否早已知道儿子犯下重罪的事实，才一连几日不见人影。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唐殿中便返回了前河村。李明战火急火燎地将信件交予唐殿中，并告知了其中的内容。得知情况的唐殿中惊讶于自己儿子被枪毙已然皆知巷闻，但对儿子的死亡始终表现冷漠。那段时间，村民们经常议论纷纷，有人觉得唐殿中与儿子关系不好，未免表现得太过于冷静了；也有人觉得唐建敏罪有应得，唐殿中想必也是对他彻底失望，才会表现得如此冷漠。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告一段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也被大家慢慢淡忘。直到9年后，唐建敏复活，重新出现在前河村的村口。回到故事的开头，不明所以的唐建敏被李明战问得摸不着头脑，自己明明好好的活着，并且从来也没有去过湖北宜昌，怎么就变成大家口中的死刑犯了呢？李明战连连解释道：“2002年
我们就收到了法院的来信，说你被枪毙了，还让你爸去给你处理后事。”听到这里，李明战更加错愕，回答道：“我离开家之后便去了北京打工，在那里干得还不错，也早已娶妻生子了，怎么可能被枪毙了？”这时好奇的村民们也都围了过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场面一度有些失控。这时有人突然提到，唐殿中是唐建敏的父亲，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儿子是死是活？难道他悄悄地欺骗了所有人吗？随后，唐建敏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回到了家中。唐殿中看到儿子回来了，先是一愣，再看看儿子身后尾随着的村民，他知道9年前的事情瞒不住了，罪恶滔天，盗用他人身份。随着唐殿中的娓娓道来，真相被缓缓揭开。原来当年被枪毙的那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唐建敏，而是唐建敏的表哥张文华。张文华是唐殿中亲姐姐的儿子。2002年6月，唐殿中接到了姐姐的电话，随即得知自己的外甥犯下了重罪，将要被执行死刑。听到此事的唐殿中一刻也不敢耽搁，迅速赶往了姐姐所在的城市。抵达时，外甥已经被执行了枪决，而姐姐的状态则不言而喻。于是唐殿中便决定留在当地，帮助姐姐把张文华的后事料理好，再赶回老家。在此期间，唐殿中得知外甥在落网以后，竟然盗用了自己儿子的身份信息，且因张文华和唐建敏从小便有几分相像，导致警察并没有察觉。最终，张文华以唐建敏的身份被执行了死刑。唐殿中虽然不懂法律，但他知道这样一定有所不妥。虽然与儿子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也不想这件事对唐建敏的未来造成影响。于是他向姐姐提出，希望能向有关部门申请纠正此前错误的身份。令唐殿中没想到的是，姐姐听到后反应却异常激烈，表示儿子已经入土为安，如果再另生事端，灵魂一定得不到安息。况且仅仅是盗用了唐建敏的身份，对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于是恳求唐殿中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想着姐姐18岁就嫁到了外地，如今又失去了独生子，心软的唐殿中最终决定为死去的外甥保守这个秘密。可让唐殿中没想到的是，法院的信件竟然邮寄到了村里，本以为的悄无声息，变成了街知巷闻。而彼时的唐殿中也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他当然不希望自己被扣上死刑犯父亲的帽子，但更不能背弃对姐姐的承诺。听到这里，唐建敏被彻底刷新了三观。让他没想到的是，一个与自己不算熟悉的表哥，不但盗用了自己的身份，还让自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刑犯。他一方面责怪父亲的处事糊涂，一方面则疑虑重重。自己与张文华无冤无仇，对方在落网之后为什么要盗用自己的身份呢？没过几天，当地的媒体便得知了此事。敏锐的记者明白，这件事十分具有新闻价值。9年前已经被执行的死刑犯，如今却离奇复活了。任谁都会对这样的新闻标题产生好奇。媒体们纷纷赶到了前河村，并把村口围堵得水泄不通。本以为只是回乡探亲的唐建敏，没想到会面临这样的风波。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接受采访，并阐明事实的真相。随后，各大媒体、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死刑犯复活事件。而随着事件的发酵，湖北省宜昌市法院也发出了声明，表示当年针对身份核实确实出现了疏漏，
而这份声明中还有对张文华一案的部分还原。当年化名谭建敏的张文华，主要的作案手段便是在夜深人静时尾随落单的女子，伺机抢夺财物。但与其他抢劫犯不同的是，张文华的作案手段极为残忍。在抢劫过程中，他利用管制刀具，使2名女性受害者身负重伤。那一段时间，张文华在湖北一带流窜作案，直到第4次抢劫时，被埋伏在附近的警察当场抓获，他的罪恶行径才得以遏制。归案后的张文华不但拒不认罪，还始终不肯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警察搜索其租住的房子时，发现了他的身份证上赫然写着唐建敏。原来狡猾的张文华早在此前便利用表弟的身份信息办理了新的身份证，而巧合的是自己却与表弟长得很像，这才得以瞒天过海。而后期经过法院的审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张文华不得不认罪。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审判决其死刑立即执行，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张文华怎么甘心就这样乖乖赴死？于是选择了上诉。但法院认为张文华的作案性质恶劣，在受害人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下，还要对其连捅数刀，导致其后半生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所以2审依旧维持原判。听到判决后的张文华眼神空洞，面如死灰。就这样，他带着罪孽和表弟的身份被执行了死刑。听到了案件的还原，唐建敏不由得冷汗直流，但他认为这仍然无法解释表哥为何要盗用自己的身份。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与唐建敏同样疑惑的还有湖南当地的几位刑警。经过他们的调查和取证，一桩扑朔迷离的案子逐渐拨开云雾，真相也在向我们走来。惊人的案中案，唐建敏复活事件曝光后，迅速登上了热搜。随着张文华身份信息的公开，迅速引起了几位刑警的注意。他们意识到，张文华就是他们一直调查的一件悬案的主谋，而这位他们一直想要缉拿的嫌疑人，居然在9年之前就已经被执行死刑了。这件事情要追溯到1997年，初中便辍学的张文华，既没有学历，也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工作，每天都混迹在麻将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没过多久，不但没有赚到钱，还因为赌博而债台高筑，他不得不找份工作来还债。没多久，他进入了一家职场做销售工作。投机取巧的他想到自己的小学同学徐浩，徐浩彼时在一家小学做音乐老师，于是张文华联系徐浩，希望他利用职位之便，让学校使用自己销售的纸张。让张文华没想到的是，对方却拒绝了。徐浩认为自己在学校还未站稳脚跟，况且只是一个小小的音乐老师，并没有任何权利，表示无法帮助张文华。张文华听后表面没有发作，内心却极为愤慨。他认为徐浩看不起他，小肚鸡肠的他在心底暗自发誓，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整治徐浩。没过多久，张文华因业绩垫底被职场劝退，他再次成为了无业游民，又开始了周而复始泡麻将馆的生活。在麻将馆，他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李俊。李俊一开始给张文华的印象特别好。李俊虽然是个医生，但与张文华在一起时毫无架子，两人似乎还有些臭味相投，经常一起喝酒。一次，两人在酒桌上闲聊，李俊表示自己有赚钱的门路，问张文华是否愿意参与。
张文华的生活早已捉襟见肘，自然连连答应。后来张文华才得知，李俊带自己进了传销组织。张文华似乎确实有作奸犯科的天赋，在传销组织中混得如鱼得水。没过多久，便成为了组织中的一个小头目。翻身后的张文华开始变得自以为是，与李俊的关系也日渐紧张。李俊认为张文华有今天，全要仰仗于自己的提携，而对方却似乎不知感恩。而张文华认为李俊多次在外人面前不给自己面子，他早已视其为眼中钉。眦眦必报的张文华早已忘乎所以，想找个机会给李俊点颜色看看。这期间，两人大打出手，李俊被张文华打伤，住进了医院。随后，李俊扬言一定要追究到底，让张文华一无所有。刚刚尝到生活甜头的张文华，此时才想明白，自己根本不是李俊的对手，于是赶紧买了一些保健品去探望李俊。从那以后，张文华明白李俊已然成为自己的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会一直压制着自己。于是他把心一横，决定杀掉李俊。杀人说起来容易，但自己一人始终没有把握。他找到了徐浩，徐浩听到张文华要杀人，身为小学老师的他自然连忙拒绝，但禁不住张文华连日来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徐浩生性本就软弱，加之张文华数次提到上学时期自己为其出头的事，使得徐浩始终觉得自己亏欠张文华。最终徐浩同意了协助张文华，两人约定几日后邀约李俊喝酒，到时再伺机将其勒死。最终两人在李俊酒后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将李俊杀害。张文华为了毁尸灭迹，还将其面部刮花，随后抛尸在加油站附近的花坛里。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警察第二天便发现了尸体。经过调查，很快锁定了凶手，便是徐浩和张文华。徐浩则在3天后迅速落网，而张文华则进行了极为戏剧性的操作。他一连给警方写了数封坦白信，内容交代了犯罪经过。睚眦必报的他始终对徐浩当年没有帮助他的事情怀恨在心，揭发其为案件主谋。最后一封信则表示自己十分后悔，且夜不能寐，于是准备自杀谢罪，请警察不要再找他了。而办案经验丰富的刑警们怎会相信他这幼稚可笑的自白书？于是继续加大力度予以抓捕。让警方没想到的是，张文华犹如人间蒸发一般，就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张文华早已因其他案件的东窗事发而被执行了枪决，而本来前途光明的徐浩，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误入歧途，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的父亲因为其四处奔走而突发了脑溢血，在医院病故了。他一直在等待的证人张文华，早在9年前就已经死了。听到这消息后，他悲愤交加，忍不住痛哭流涕。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杀人之后的张文华不但不思收敛，竟然伪造身份，继续犯案。落网后还妄想利用假身份以减轻罪责。在2审的法庭上，他陈述时表明自己十分后悔。我想他的后悔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而是因为自己要承担的后果。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也许会迟到，但始终不会缺席。真凶虽然早已落网，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却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所以防患于未然，惩罚犯罪者
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找到其犯罪根源，加以梳理和规避，才是社会逐渐走向文明的象征。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